要说美国人就是聪明的，地球上70%都是海洋，他几乎都能控制一大半。强大的航母舰队让他有了自由航行的底气，也正应了那句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掌控主动权。这个靠海成家的国家，如今已经拥有当今最强大的海军，仅凭一支航母战斗群就可以横扫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甚至连欧洲三小强都要匍匐在脚下颤抖。你说美国海军军舰砍一半都还是第一，经营这么大的军力图啥呢？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这是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教条。当然，美国是其中的坚定拥护者，毕竟美国也是靠海成的家。也正因这个理念，美国发展出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尤其是海军中的航母战斗群。说句不好听的话，仅凭一支航母战斗群的实力就可以横扫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就连欧洲一些一战、二战的传统强国都只能瑟瑟发抖。甚至现在还流传一句话：美国的航母编队在哪里，哪个地区的局势就比较紧张。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不需要火力军刻意吹捧，这种全方位的领先已经让其他国家难以企及。从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发生了多次局部战争，美国航母战斗群可以说功不可没，一直都是先发制人。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生冲突，美国总统就会问我们的航母在哪里。没办法，航母战斗群使用的太顺手了。天下海军一弹，美国独占八斗，八斗有可能说少了。截止现在，全球现役23艘航母，总吨位157万吨，美国就占了其中70%，并且11艘航母还全部都是核动力，其他国家也只有法国拥有一艘半吊子的核动力航母。这现役的23艘航母里面，甚至还有一些1-2万吨的火力军。想问一下，那能算得上航母吗？两栖攻击舰吨位都比这高，好吧？这白头鹰看了一圈，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身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每年军费都要7-8千亿美元，这可都是实打实的钱。关键是军费还连年增长，各种装备性能先进不说，数量还没庞大。海军空军都是妥妥的全球 No.1。 经常有人问，美国海军到底领先其他国家多少年？相信大多数人是没有概念的。其实多少年都可能，10年、20年、30年，甚至是50年都有可能。今天火力军就来扒一扒美国海军到底有多强大。纵观全球海军，美国绝对是一个另类，军事实力独一档。元婴期大佬对付一群练体期，说实话真的不难。海军拥有7个舰队，任何一个拉出来都能对付一个中型国家。美国海军目前拥有50万现役军人，279艘军舰以及4000多架各型舰载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吨位最高、装备最先进的深蓝海军。别人家的制海权只有国土临海范围，美国可不一样，除了那些国家的临海，其他的都是美国制海权的控制之下。当然，有些国家的临海也是美国后花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航母是1艘够用，2艘上天。美国不一样，一搞就是11艘，还全都是核动力的。你说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要说核动力最大优势，那就是不需要旁边跟着一个拖油瓶，还能长时间海外部署，没燃料了就回去补一下。最主要的是还能携带更多的燃油与弹药。比如8.3万吨的小鹰级，只比尼米兹级少了不到2万吨，但尼米兹级省去了燃油载重，可以携带1.2万吨的航空燃油，是小鹰6000吨的2倍。同样，小鹰1800吨弹药量，尼米兹3000吨。这一下，常规动力与核动力区别就大了。其实，在二战后期，航母战斗群的雏形就出现了。不过一开始谁都不懂，美国也只是将航母进行集中编组，然后将海军里的什么驱逐舰、巡洋舰一股脑的加进去，搞了一个特混编队。后来核动力航母出现以后，特混编队就无法满足作战需求了。于是美国与时俱进，便以1艘核动力航母为核心，再配上几艘其他舰艇组成航母战斗群，就足以完成原先规模庞大的特混编队才能完成的作战任务。经过美国潜心推演，海军终于确定了航母战斗群的标准编组方案：1艘航母，1到2艘导弹巡洋舰，2到3艘导弹驱逐舰，1艘护卫舰，2到3艘攻击核潜艇和1到3艘补给舰。
航母本身并没有什么进攻能力，但是可以提供强大的探测能力、电子对抗能力以及不错的末端对空防御能力。强大探测能力不需要多说什么，大阵面 S 波段相控阵雷达在那儿摆着。电子对抗能力体现在完善的高性能电子战设备。航母的末端对空防御能力，福特级算得上是最强的，2座密集阵，2座21联装拉姆，2座8联装 ESSM。而像出去打架的进攻性手段，主要集中在航母编队中的其他打手，像驱逐舰、核潜艇、舰载机以及攻击舰等，提供防空、反舰与反潜等多种作战能力的任务，一般都是交给驱逐舰和巡洋舰这2个小老弟。在舰队里面，航母以及舰载机是最重要的铁拳，担负海空突击任务是无可争议的头牌。而其他舰艇则担负部分对空、对舰、对潜和对海作战任务，主要是保护航母安全，如同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可以说，舰载机对于一个航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存在。这方面，美国是一骑绝尘呢，拥有的舰载机种类与数量都是最多的，装备了 F-A-18、F-35B、F-35C 3种舰载战斗机。另外还有打下手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12CD 鹰眼预警机、C2 灰狗固定翼运输机等。另外，随着 F-35C 5代隐身战机逐渐交付美国海军舰载航空兵使用，美国海军也成为了这世界上第一支拥有5代舰载机的部队。光有舰载机还不成，美国还为 F-35C 配备了新一代对陆对海空射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只是这家伙个头有点大，所以 F-35C 只能采用翼下挂载的方式，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会破坏 F-35C 的隐身能力。不过 AGM-183A 射程高达900公里以上，所以 F-35C 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发起攻击，即使不隐身也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再加上 AGM-183A 优秀的突防能力，也能让对手难以进行拦截。从整体上提升了 F-35C 舰载战斗机的对陆打击能力，隔大老远就直接发射导弹揍你，隐不隐身的重要吗？另外，美国还想推出 F-35的电子战版本，也就是 EA-35B。别的国家电子战机还搞不定 EA-18G 呢，你可倒好，又整出一个5代机版本的，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你去太空中跟外星人打吧。不得不承认，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包括空中、水面以及水下，具备了对空、对海、对陆、对潜全方面作战能力，能够覆盖广阔的作战区域。目前，美国装备的 12C 预警机能够在距离航母370公里的空域连续巡航飞行6小时，预警机上的机载雷达探测距离也能达到700公里，这样至少能为舰队提供30分钟的预警时间。另外，舰载版本的 F-A-18战机的作战范围也能达到600公里，所以航母战斗群的打击范围相当大，完全可以碾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军事力量。这还只是其中一支航母战斗群。不瞒你说，这样的编队我现在有10个。另外，最新的福特号也要在近2年开始战备部署，还配备有电磁弹射，战力绝对高于现在的。另外，舰载机估计也将全部配备 F-35隐身战机。这些个航母战斗群就是美国海军最具战斗力的打击力量。一般来说，在低烈度威胁区域投入1个航母战斗群，在中烈度威胁区域投入2个航母战斗群，在高烈度威胁区域则是投入3个甚至更多航母战斗群。通俗来讲，美国出动1个航母战斗群就是进行炫耀武力，刷刷存在感；出动2个航母战斗群则是警告威慑；要是出动3个航母战斗群，那就基本上意味着要开战了。也正因为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强大作战能力，即便不是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就只是进行威慑，也是非常合适的大棒。近几十年来，美国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次数超过200批，其中海军就占了2/3，而且只要出动海军，就必然是航母战斗群。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航母战斗群，简直不可想象，美国将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身手。美国军事实力训练基本都是来自实战经验。2战以来，美军是世界上作战经验最多的军队了。实弹训练不但繁多，还非常贴合实战经验，要么拉着北约一起玩射击比赛，要么拉上澳洲小弟翱翔太平洋。每2年1度的环太平洋军演，拉着众多盟友一起消耗库存弹药，给新装备腾地方。
演习中，美军每次都提供退役大型军舰作为实弹射击目标，验证手里家伙事儿可不可靠。当然了，演习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局部战争。有人统计过，美国从诞生到现在只有10几年没有打仗。在独立战争后，美国就一直偏于一隅，再也没有遭到其他国家侵略。北边的加拿大是美国铁杆小弟，由同在北约和五眼联盟中，中南美洲的小国家也没法威胁到美国，而美国一些潜在敌人都在其他大陆，这就给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天然条件。强大的经济实力赋予美国更多的军费，看到一些国家有追赶的迹象，美军就赶紧向国会老爷批预算。就在今年3月份，美国就向国会提交了2023财年预算案，国防开支高达8133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军费预算。根据美国历年制定预算的规律，8133亿美元绝不是最终数字，这个数值已经超过全球军力第2至第10国家的总和，甚至还远远不止。这还只是现役的，美国现今还有大量封存战舰。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拥有上万艘各型舰艇。战争结束以后，美军经历大裁军，这些装备大半都不需要再使用，要么切割成废钢，要么半卖半送给了盟友。另外，财大气粗的美军甚至会将一些舰艇直接当作试验靶船或者人工礁石来用，有钱真好。此外，少量成色比较好的军舰还会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止海军，空军与陆军同样封存了大量装备。就那封存基地的装备数量，哪个国家看到了不哆嗦呀？这也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威慑。就是这数量不多的封存装备，其强大阵容也足够令人震撼，足以打败世界上99%的国家。这套封存制度早在1925年便确立了，所以美国明面上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背地里还有一支影子舰队，最高峰时期拥有2000多艘舰艇，正式名称是国防后备舰队。要是为了能在战时或者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拉出来用，而这支影子舰队从建立以来也确实多次启用了，并且还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先后启用了500多艘军舰，越南战争期间启用了170多艘军舰，全部用来为美军提供支援。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封存的二手货，关键时刻还是可以派上大用场的。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基查普海军基地也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退役舰艇封存基地，这里封存着一些佩里级护卫舰、小鹰级航母和企业级航母，其中还有核动力的哟。不说别的，单就这些航母而言，水平就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火力军这还只是介绍了一下水上的，水下还有呢。身为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美国在核动力潜艇这一块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先后发展了4代攻击核潜艇以及4代战略核潜艇。目前服役的攻击核潜艇主要由洛杉矶级、海狼级以及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组成，而战略核潜艇则主要是俄亥俄级核潜艇。目前，美国第5代的哥伦比亚战略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计划逐步取代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而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也处于设计阶段，预计将于2030年开始建造。这2型核潜艇将继续确保美国海军在核潜艇领域的领先优势。常规武器是干活的，战略武器是吓人的，这是核武器使用的基本原则。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完全是俩不同的物种。攻击核潜艇是常规潜艇的升级版，嫌常规动力换气太烦，于是改成核动力，但作用和常规潜艇是一样的，干的都是反潜、反舰之类的粗活，带的武器都是鱼雷啊、巡航导弹啊什么的，这些玩意儿的射程都是几百公里级别。这就决定了潜艇需要面对面和人对抽，若遇到完备的反潜体系，不见得是谁吓唬谁。但战略核潜艇就不一样了，这是陆基、空基和海基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中最重要的一环，具备高隐蔽性，不易被对方探测，同时也是第2次核反击中最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战略核威慑甚至超过了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可不会给航母打砸，你想想，隔着几千上万公里就能发动打击的战略核潜艇，却跟着离岸几百公里的航母去干嘛呢？设计于70年代，目前已经服役40-50年的俄亥俄级核潜艇是美国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核潜艇。
别看它排水量接近2万吨，但俄亥俄级至今还拥有一个美誉，那就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战略核潜艇。每一艘的单价在当时都达到了20亿美元，换算成现在单价达到31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在俄亥俄级诞生的年代，几乎算是当时最昂贵的武器之一了。但贵是贵了点，能力也是超强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携带了21枚3x第5潜射导弹，这是真正的灭世神器。同时也是现役性能最为先进的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超过 1.1万公里。相比于俄罗斯的布拉瓦导弹，它的射程仅为8000公里左右。美国军方此前曾这样形容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只要有一艘该型潜艇在战争中幸存，那么艇上携带的24枚导弹、228个分弹头，可以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对对手的200多个城市进行毁灭式打击。现在的俄亥俄级已经处于服役末期，预计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建造完成之后，它也就要卸甲归田了。但目前，即使使用自己的战力残值来与世界顶级战略核潜艇来对比的话，却丝毫没有落于下风，这才是它真正的恐怖之处。与之相对比，俄罗斯2013年服役的北风之神级，法国1997年列装的凯旋级，英国1994年成军的前卫级，以及大陆去年入列的094改，5常中的其余4国的主力战力核潜艇，哪一个不比美国的橙色心？可是，一旦比较起战力的话，那么其他国家的潜艇除了北风之神尚有一战之力外，其余国家的战略核潜艇可能连俄亥俄级的尾气都闻不到，这就是现实。不过，作为大国重器、镇国之宝，战略核潜艇平常是绝对不轻易使用的，主要还是作为大国的威慑武器。一旦使用战略核潜艇，那么说明世界大战已经不远了。鉴于战略核潜艇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国一般都不会也不敢轻易使用。在实现战略目标上，美军可以做到打小国用闪击战，打大国用正面刚，打占领战用战术小组，打反恐战用间谍爆局。自2战之后，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玩出美军这么多花样。每次美军打过一场战争，全世界立刻就开始跟风模仿。而当大家都以为自己学会了的时候，美军又开始新一轮的示范教学了。就这么来来回回的整活，结果最后美军还是样样精通，其他国家却拖成四不像了。截止现在，美军仍然是全球唯一一支能够保证全球存在、全球影响、全球威慑的武装力量。目前还没有第二支军队能够同时做到这3点，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在可见的未来当中，倘若没有大的变故的话，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有人曾提出假设，若是让美国海军对上其他国家所有海军，胜利的天平还是会倾向美国。因为美国海军航空兵是世界第2空军，这股力量就已经几乎横扫其他海军的防空力量了。所以美国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世界上能对抗美军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国会。毕竟还得让国会出钱买装备，不是？这一点空军、陆军估计都不敢得罪吧？你们觉得美国海军隐藏的实力有多少？对于美国作战体系，你们又了解多少？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